大家晚上好，我们稍微早开始一会儿，都在说什么？想问一下老范，在抖音买的衣服跟在李宁、韦德知道的衣服穿着主观感受有什么区别？比如舒适度还有耐用性之类的，其实没什么区别，都是可能差不多的面料或者是同样的工厂去生产的。第一次赶上直播，哎呀，这个这么老早就来，今天只能坐地板上了。对的，来晚了。取消大小周，工作量减少，但是工作还在那里，那么是不是相当于增加了雇员？这就是核心啊！这个卡尔加初一下就找到了核心点，并没有新雇人啊，所以这个事情依然是一种降本增效。想起老范上次问美国工会，美国雇员的10%左右参加了工会，主要集中在政府和类政府行业，例如联邦和地方公务员、消防、警察、教师这些，还有某些特定的产业，例如汽车工人、飞机工人、电工等等。诶，美国不是咱们经常遇到那个什么这个编剧罢工，什么那个演员罢工，不都是有工会的吗？那也只有10%嘛，这个真的是比我想象的少太多了。即使是汽车工人，在传统的汽车州，例如底特律这些地方，工会相当强悍，但是资本家会努力去非传统汽车州开厂，那里即使有工会，也不是那么好斗。丰田啊、宝马啦，就是现代、特斯拉都是这么干的。这些老牌的美国汽车厂，反而如果干，那么现在的工厂工人会罢工阻挠。长话短说，很多的地方，大多数人工会基本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这个你说的是，叫什么来着？就是只有10%参加这个，确实是让我稍微有些震撼啊。俩直播撞上，跟谁撞上了？张弛啊了，这个你好。对，今天先跟大家看个好玩的。哎，比特币，然后这面呢是一个很复杂的电路啊。哎，在拼多多上买的这个东西是多少钱来着？好像是两个5块钱啊，4块多钱啊，一个2块多钱。这东西什么材质的呢？铁的啊，拿这个磁铁一吸能吸上铁的。现在在那个拼多多上是各种奇怪的东西都有啊，跟 AK 撞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好玩的啊，这上面是谁？这上面是川大爷啊，这边是举着个手的，这边是这个川大爷的头像啊，这个也是2块钱，呵呵，也是铁的啊。最近在买这个挺好玩的东西。好，今天我们准备讲2个事情啊。第一个呢是小红书取消大小周啊。第二个呢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我们再去聊一下这个特斯拉吧。特斯拉发了这么差的财报，股票居然还涨了，这大概是个什么事情？开始第一个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小红书突然官宣取消大小周，是不是良心发现了？小红书呢突然发了一个全员信，首先说目的是什么？是员工信任文化，我们要相互信任。然后第一条讲的还不是取消大小周啊，第一条是不再增设现金或期权竞业条款，原有的现金和期权竞业全部释放。离职员工可以申请以离职回购价由公司回购已归属的期权，
提供了更多的变现灵活性。然后是2025年的4月启动大规模的期权回购，涵盖在职员工和离职员工，回购价格是$11.5每股。从5月1号起结束大小周啊，这个呢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所以大家都在谈这个大小周的事情。原来呢是每一周是大周，好像单周、双周吧，反正是有时候是休5天，上5天休2天，有的时候上6天休1天啊，叫大小周。现在呢就统一双休，周末尽量不开会。就很多这种公司呢喜欢在周末开会。我原来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每个礼拜六是中层开会啊，就是普通员工是休假的，所有中层必须是周六开会啊，这样呢不影响普通员工的工作啊。现在呢他说啊，尽量不周末开会了，如果需要加班，必须提前3天去申请啊。什么是大小周？刚才咱们讲了啊，就是一周双休，一周单休。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大小周啊。现在呢，依然有非常多的互联网公司是大小周。特别是一些比较新的公司或者小一点的公司喜欢搞这个大小周。大公司坚持玩大小周的呢，小红书应该是最后一个，对吧？这个其他的在去年、前年基本上都已经取消了。那么正式解除大小周这件事呢，员工其实并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一天休息本来应该是个好事儿，对吧？但是呢，它这个收入会下降。小红书呢还算是个有良心的，对吧？虽然是大小周，但是呢，小周里头多出这一天来是给发双倍薪水的。所以解除大小周以后呢，相当于原来每个月是这个多出2天的工作日，所以等于多4天薪水，这4天薪水没了，相当于是所有小红书的员工呢，这个变相的降薪了啊，这个很多人并不是很开心。多一天休息呢，本来应该是好事儿，因为像我现在基本上是全年无休，周末其实是我一周里头最忙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虽然周六我一般是不更新的，但是呢，要录制周日的节目和会员节目，周日呢还要录制周一的节目，所以呢，我一般这个周末2天我需要录制3期节目，会比平时更忙。我太太在周末的时候需要剪辑周五直播的2个故事，然后周日、周一和会员节目，她周末2天需要剪5个视频，所以我们家一般是这个周末是从来不休息的啊。我现在也在开始考虑，是不是周末也给我跟我太太放个假啊，稍微的休息一下，或者玩个大小周什么的。这个我呢算是被 YouTube 的数据给 PUA 了啊，这个跟他们还不太一样。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解除大小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就是每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通常是要有一些事情的。那么是不是小红书大发善心了呢？这不是我们这个频道的风格啊。这个频道永远考量的是商业逻辑跟商业利益，对吧？我们不去考量善恶的事情。就像今天早晨我去讲，这个仅退款这个事情，我不去讨论仅退款这个事儿的善与恶，而是会去讨论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在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历史的事件的时候，会有人去解题，然后以仅退款作为答案，把这个题解出来。然后呢，再去跟大家讨论说，这样的一个答案被做出来以后，与各种的条件混合在一起，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吧？这个是咱们这个频道的一个风格，所以呢，这个里头跟大发善心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作为最后的一个大小周的大公司，压力肯定是很大的。首先要讲说，小红书是不是个大公司？小红书是没有上市的啊，它呢有200亿美金的估值，肯定算是大公司。你看10亿美金就独角兽了嘛，它是20个独角兽啊，所以算是个大公司。它有非常独特的流量定位，就是小红书的流量跟抖音的流量跟微信的流量跟他们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这个流量定位很特殊，别人都想抢，但是抢不到。近期呢，在海外又意外的获得了增长，所以小红书是个大公司。出海呢，是小红书未来一段时间里头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在 TikTok 封禁期间呢，大量的 TikTok 难民涌入了小红书，当时呢没有做好国内外用户的隔离，在 TikTok 跟抖音上呢这一块做的是比较有经验的。小红书呢，虽然原来也有海外用户，但是主要是海外的华人用户，所以并没有特别注意隔离的事情。当时一帮老外涌进来的时候，发现诶这里还有很多人，然后大家都是用中文跟他做回复，对吧？现在的话应该已经看不到海外内容了，回归常态了，就是国外的用户跟国内的用户各玩各的了。现在，但是他这一次意外的获得流量，导致了什么中美大对仗啊，什么海外流量的这些泼天的富贵啊，总还是会留下一些。虽然后来 TikTok 恢复了，有很多人回去了，对吧 ？TikTok 难民返回了，但是总还是留下了一点点。现在小红书呢也在很努力的招聘海外的英文运营，在这一块呢才是加班的重灾区啊。因为原来抖音啊 TikTok 在这块也是加班重灾区，他们需要适应全世界的时差去工作。小红书后续呢想在海外变现，就不能成为血汗工厂，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欧洲现在在反强制劳动啊，这个所以现在推出这种取消大小周是合适的。而且小红书呢，在这一段时间其实一直在被挖人，其实它很多年一直在被挖人，为什么？因为小红书刚才我们讲了，它有非常独立的有非常独特的这个站位。流量市场里头真正可贵的不是你流量有多大，而是你的流量的特征与区隔与其他人不一样，对吧？这个是真正流量市场的一个价值衡量方式。作为热点话题的发源地，总是要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的。在中国的流量市场里的小红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很多的话题都是从这儿开始。就很多做 MCN 运营的人每天会去刷小红书，在里头发现有一些热点的时候，你可以早先一步把它搬运到抖音里头去，搬运到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去啊。最早的发源地一般是在小红书，因为小红书上的人呢会稍微的不能叫等级高一点吧，就是要稍微的文雅一点点吧。然后这些人呢会去做一些小众一些的话题出来，那么这些话题在小红书里孕育一段时间啊，就有可能突然爆火。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爆火话题，一般都是从这儿来的。这次小红书放弃大小周突然被广泛传播，也跟小红书的流量位置是有关的。别的公司如果干这个事儿，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传播，但是小红书干这个事儿了，就被所有的平台都抄了一遍啊，是小红书放弃大小周了。那么大家都去挖它的人，就是想要抢占这一个独特的流量池。有小绿书，有小黄书。小绿书是谁家做的？小绿书是微信家啊，就是腾讯他们家做的，因为微信自己是绿的嘛。小黄书呢是字节做的啊，就是柠檬八，美国版的小红书，现在在美国也是花了很多的钱去投放吧。那么流量巨头呢都盯着它啊，那么将故事源头放在别人手里呢，总是不那么放心。流量永远没有够的时候，所以大家就赶快挖他的人。想要复刻小红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挖小红书的人回来再做一次，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总是有逆反心理的。你越是管他说我不许你去啊，然后这些人就越想跑，对吧？所以小红书今天说算了啊，咱们别费这劲了。这个原来的这个现金和期权竞业，我们都解除了啊。这个你愿意走啊，你就走你的，没关系了啊。这个本身呢，这个现金与期权竞业这个事儿应该是一个灰色地带，它也不是完全合法。理论上呢，竞业应该是在离职的时候签署，要继续发钱才有效啊。你如果离职了以后不再发钱了，这个事儿是无效的。用已经分配的现金和期权捆绑竞业的话，这件事情可能还需要律师们去动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一般我们讲灰色的部分，就是需要律师们动用聪明才智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小红书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去取消大小周，有可能要上市啊？这个上市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叫合规啊，你必须要合规。你大小周呢本身是违法的，违反劳动法，对吧？那么你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上市的，所以一定要去合规。这个小红书呢曾经想去美国上市，但是折戟而归了。
2021年4月份，小红书正式向美国 SEC 递交了上市表格。但是非常不幸啊，2021年6月30号，有一个叫滴滴的公司跑到美股去上市了，然后直接被打回来了啊，就是直接就进驻调查组，然后去调查去了。所以小红书就只能灰溜溜的撤销了它的上市申请。后来呢，不断传出来要到香港去上市的消息，小红书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否认这件事情。现在最新的消息是2025年下半年或者2026年，小红书准备到香港去上市。那么上市公司呢，你在上市之后，股民是没有办法像原来投资人那样去对很多细节去进行监管，然后让公司去做成调整的啊。所以上市公司通常会设定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然后这样的话，这个保证股民的利益。上市公司呢，其实也加班啊。现在因为我原来也是在上市公司上班，照样加班，只是呢，上市公司加班是从来不落在纸面上的，不能作为公司制度大范围执行。你说我直接作为一个制度执行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行的。在这里看呢，就是小红书应该是快要上市了啊。这个前面也讲了说，你们这个已经做好的期权啊，你这个是可以去直接回购的，对吧？这个一般是在上市之前会去做这种操作。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小红书的业务呢，其实最近还是相对比较稳定了，没有那么多事情，就可以换一个方式继续降本增效了。降本增效呢，其实一般是分为3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做裁员啊，我们要把一些人裁掉，这个等于我原来干的事情并没有变化，只是人少了啊，那我的这个薪资薪资的支出就会变少啊，那我降本增效了。第二个呢，就是改外包啊，这个也是国内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比较习惯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原来公司的员工裁掉，然后把他们变成外包团队啊，你继续给我干活，但是呢，我跟你之间就没有这个劳动协议了，对吧？我随时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可以不用你，对吧？不会再去面临裁员相关的这种赔偿了啊，这个是改外包。现在很多国内互联网公司在走这条路。然后第3个阶段就是减少加班。事情呢并没有减少，但是要求更高的执行效率，发出的薪资一直都在减少啊。小红书节省了加班费，把显性要求的大小周改为了隐性的加班。你可能没干完怎么办？回家接着干，或者这个你可以自愿加班啊，或者是可以这个，比如说每天多工作一段时间啊，这个是允许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等于这个加班的工资就不用付了，事情没有减少啊，也算是一种变相的降本增效吧。那么互联网公司的加班文化呢，最近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最近猿辅导刚刚有一个程序员猝死，这是2025年4月23号，一个小伙子在猿辅导他还不是程序员，他应该是一个工程师吧，要这么讲。2025年4月23号，一个小伙子在猿辅导武汉加班猝死。他们猿辅导的工作时间比较奇葩，他是13点到22点上班。为什么是这样呢？是所有的教培机构，他们都是在这个时间上班的，因为白天或者上午的时候，你的顾客在上别的课，一般你都要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时间你才可以给学生去上课，所以教培机构的工作时间通常是下午1点到晚上10点。那么这个时间算完了，你想这已经是11个小时了，对吧？那么这个在人家的办公室里边去上班的话，这个办公室的物业是要求锁门的，一般物业晚上不会陪你熬夜的，所以后半夜都会锁门。这个猿辅导的武汉办公区呢，加班是异常的严重。这个猝死的小伙子呢，是一个优秀员工，华中农业大学化学系毕业，以管培生身份加入猿辅导。一般以管培生身份加入呢，都是非常就是好的员工啊，就是他希望以后去做管理岗位的这些人他们会成为管培生。入职了5年晋升为课程研发骨干，连续3年绩效考核为优秀，曾经主导多个核心课程项目的开发。这是个苦孩子10岁丧父，随母改后由继父抚养长大，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
未婚妻为大学同学，两人在2025年4月领证，原计划5月2号在这个老家举办婚礼。他呢，周二跑去加班去了啊，中午11点就前往公司加班，计划提前完成工作，以休婚假，就是后边他要休婚假，他想这个单独把这个事情做完。当晚23时后，其未婚妻发现他未回复消息，通过手机定位跟踪到公司，但是因为门禁无法进入办公区。到周三早晨才被发现，凌晨2点到5点，家属与警方多方尝试，想要进入25楼的办公区未果，到早上8点，物业开门以后，保洁发现这位小伙子蜷缩在工位，已无呼吸心跳，9点03分送医院，心电监护仪显示直线，宣告临床死亡这个是应该是23号刚发生的事情，今天25号吧，2天前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小米也是最近出事情在被爆出12小时在岗制度，小米被曝光在岗员工要求他每天的在岗时长要超过12个小时。其实雷系公司呢，通常都加班因为我原来在雷系公司里头也加班，加的可能我们没有这种要求，就是你没事你就走，有事呢你就这个在那儿待着你就把事儿做完了再回家这个因为像我们一般都会尝试是避免早高峰晚高峰所以呢我们也不打卡。我那个时候上班的时候，一般早晨大概是10点半去，然后晃吧晃吧可能就这个吃饭了。到晚上呢，一般是到11点或者是12点回家，一般到家呢大概是凌晨1点左右。那个时候是上班确实上的比较多然后周末呢，就只要是有事儿就一律去上班如果没事儿呢，你就在家待着。就是我们从来不明确要求你必须要去加班当然也没有加班费，这个就是更惨一点。你像小红书，人家大小周还有加班费呢，对吧？我们是没有的。雷系公司一直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如果这个整个部门一直都不加班大家都是这个上班时间把事儿干完了，那就该裁员了，对吧？所以一般会保持这个强度到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不过呢，这个降本增效这么久了以后现在呢，这个我估计雷系公司的加班应该是比我们那个时候更严重一些。特别是一些管理水平不是那么高的人，会强制员工留下来磨洋工这个为什么？因为呢，有一些人这个管理水平不高，他也没那么多事儿干。但是如果让他的再上级的老板发现他的团队没有那么忙的话，就会给他裁员或者我们管它叫削减 high count 就把这个人员给他去掉。这个是大家不能忍受的，所以装你得给我装出忙来。这个作为上市公司呢，加班通常都是口头通知的，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证据，也不会有加班费。那么小米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曝光呢？肯定不是头一天加班了嘛，我刚才也讲了，雷系公司都加班，对吧？雷军自己就是劳模他经常是这个凌晨3、4点钟给大家回邮件的一个人，所以你跟他去上班的时候，你说你不加班他给你回邮件的时候你没看见这个。当然雷军给我们回邮件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马上回复这个我一般还是会早上起来再看的，这个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没有雷军那么勤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被曝光呢？第一个是雷军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消失了20多天了，对吧？他可能在重大事项，比如说像小米的15周年庆小米的这个车展，他会发一条微博，但是他的抖音已经停止更新20多天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去惦记一下，说，小米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折腾它一下了是不是可以去点它一下了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估计雷军后边也该开始发声了。小米呢，在国内一季度的手机销量呢登顶了，这个肯定还有一些友商看着它不是那么顺眼。按照出货量计算呢，小米一季度在国内的出货量应该排第3应该是 vivo、华为、小米。但是如果按激活数算的话，小米是第1。那意思是什么？就是 vivo 跟华为都是这个靠压库存得到的第1嘛。那么小米是真真正正把机器卖掉了，卖到用户手里才有激活数嘛。在车的方面呢，虽然因为车祸的事情，对吧？最近声量少了很多。
但是呢，带给竞争对手的压力依然是巨大的。现在每天在上海车展上发5000顶帽子，还发矿泉水，站台被这个围得水泄不通，那么这个肯定是给其他车厂带来很大压力了嘛。小米预期也号称不会延期啊，这个在小米的新闻发布会上，小米那一个副总裁嘛也去讲说，小米预期不会延期的啊，还是会在6月份、7月份正式跟大家见面。那么小米呢，在印度市场开始溃退，新兴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现在在快速上升啊，占有重要的这个销量。现在小米应该是全球排第3嘛，三星是第1啊，全球手机销量19.9%，苹果是19.0%，小米是13.7%，它是这个第3名。而欧洲呢是有反强迫劳动法案的，那么小米想在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去卖机器的话，那么就需要告诉大家我不是血汗工厂。而小米在欧洲的主要销量就来自于德法这些发达国家，东欧那些稍微穷一点的国家，就是国内那些更便宜的品牌，占比会高一些啊。小米在欧洲占比最高的是德法，占20%啊，所以增长很迅猛。目前呢，小米还没有出来回应啊，估计呢会进行整改，因为这种事情只要被曝光了，你没什么好说，一定要去整改。但是所有的整改都是说你是不是靠招人，还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整改这个事情，还是说，哎，我们隐藏一下啊，我们不允许再去对外说加班的事情了，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那么总结一下，小红书突然取消大小周制度啊，引起广泛关注。现在呢，看来并不是什么善心大发了啊，也不是什么良心发作了，而是呢，小红书大概率是快要上市了，对吧？在上市之前呢，要把一些明显违法的行为改掉，而且呢，这依然是一次标准的降本增效啊，只要不伴随着大规模的招聘，就都是降本增效。特别是小红书，这还是伴随着薪资支出下降而取消的大小周政策啊，所以它一定是个降本增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人愿意向更遵守劳动法的方向去转变，愿意向好的方向去转变，总是有好的一面吧。这个可能未来一段时间，更多的中国人也可以去享受休假，对吧？这个也还算是我们看到了正向的一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好嘞。演员工会那些是很小的工会，对了，还有不少公用事业有工会，不过很多是，很多要罢工，还有各种法规限制。好吧，演员工会虽然是很小的工会，但是他罢工的时候，是全世界都看着呀，对吧？他声音很大，可算赶上直播了啊！是这个标题不懂，听老范解释懂了，好吧？来了，点赞欢迎。老范是自由职业者，既然要自由，就别指望周末了。哎呀，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少挣点呢，就有周末啊；如果不想这个少挣呢，就没有周末。现在还对账吗？现在不对了啊，这已经隔离开了，把算法已经改好了。世界真是草台班子 ，AK 直播用的机房那边欠了100万的电费，然后靠柴油车拉着柴油在那儿发电，这好吧，也很开心。AK 直播啊，这是个平台还是个直播啊？它有一个主播叫 AK，不是，是他家还接着一些网络相关的业务，所以他的上面的那个运营商出了问题，好吧，这个就不知道了。众怒科技进入破产司法重整，
这碗饭也不好吃啊，之前大把融资那么厉害，哎呀，这个总是有些怎么说呢？几家欢喜几家愁吧，是不是有感冒？也没有啊，就是嗓子不太舒服。这个，哎，这个怎么说呢？最近跟银行折腾一些事情，折腾的我着急上火的啊。周末有机会跟会员朋友们去讲这故事吧。现在折腾点银行业务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们城市小啊，消防队必须有，但是业务不多，于是他们也监管医疗救治、医疗救急、急救啊，健康急救情况，打电话首先赶到的往往是消防员，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急救证书，我猜这样收入也可以高一些。哎，美国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我看了那个有一个美剧叫《911》，就是紧急呼救，然后还有一个是911，这个叫什么？有一个美剧叫《911孤星》吧，就是专门讲德州的911的，是吧？它这个911的那个电视剧讲的是纽约州的事情啊，就纽约市的事情。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个是讲的德州的911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都是跟叫什么来着？都是跟医疗在一起的，就是所有的911都跟医疗在一起，甭管是德州的还是纽约的，所以我以为所有的消防队都管这个事儿呢。国内开打女性高潮针，这个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事儿。一大批小仙女的这个没听说这事儿啊。主要是压力大或者什么心理创伤啊，这个不知道了。美国911三件套，救火车、救护车、警车，瞬间门口变成灯具城，那个闪啊！警察一般是跟911不在一起的，就是消防队和急救是在这个一个办公室里头，或者说一个办公楼里，其实都是在消防队里吧，就是那个建筑里头。然后警察是在另外一个建筑里头，一般反正我看到的美剧都是这样，对吧？这个你像我最近还在看一个美剧叫《The Rookie》啊，是那个就是菜鸟老警，在国内翻的是啊，他的等于主人公是个警察，然后呢，他的女朋友就是一个消防员啊，这实际上不是消防员，是个急救员啊，是这样的。前几天去北京出差几天啊，调研了360、百度作为老 IT，对他们还是有点固有的偏见，感觉浪费时间啊，都想抽空去膜拜一下老范。那你也不来找我来啊？还有什么问题没？在这块儿，今天人少啊，没关系，确实有一点点小感冒。如果人少的话，我们就接着往前讲。监管应急执法是3套系统，对，一般911就是呼叫中心是一个地方啊，然后是这个叫做消防队跟急救在一个地方，反正我是看了一堆美剧啊，靠这玩意儿长的知识。我们镇子事情少啊，主要有点小破事儿，就是就跟邢捕头和燕小六一样激动，立即出发，这不是也挺好吗？你要是有了事儿没人来还着急呢。好，我们继续讲第二个。看来今天的直播可以早一些结束了。喝口水。特斯拉又到了考验信仰的时候了。特斯拉交出了史上最难看的财报，销量、利润全线下滑。如果不算碳税的话，直接就是亏损了。除了中国，全世界都讨厌马斯克。特斯拉去年啊，在全世界销量都在下滑，只有中国销量在上涨。2024年，全世界销售了178.9万辆特斯拉，下降了1.1%啊，
是中国销售了65.9万辆特斯拉，增长了8%，对吧？但是中国增长这点量没有办法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量这个背回来。上海工厂生产了100万辆特斯拉汽车，对吧？这个还是非常巨大的数量。就是它除了自己的65万辆卖掉了之外，其他的是出口到欧洲、出口到东南亚去了。一季度呢，受到老款 Model Y 清库存和新款 Model Y 上市的影响，中国的数据呢有些波动，就是1月、2月啊，中国特斯拉的销量也在下滑，那全球就直接崩了吧。但是到3月份呢，中国特斯拉的销量就拉回来了。这个一季度全球特斯拉的销量是下降了13%啊，同比下降，就跟去年一季度比。然后中国呢，还是最爱马斯克的啊，中国一季度销量同比上涨了15%，创历史新高。新款 Model Y 发售之后，在中国直接卖爆了啊！2月26号发布，3月份新款的 Model Y 卖了7.88万辆，占了一季度总销量的58.8%啊，创历史新高。所以中国人还是最爱马斯克的。那么关税影响上海超级工厂的出货呢，也是有一定影响啊，关税战还是有影响的。上海超级工厂的出货量在下降，欧盟在和中国就电动车关税问题也还在纠结，因为上海超级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的车会出口到美国去，但是呢，上海超级工厂有很多车要出口到欧洲去，它也算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啊。那么在这一块，如果能够达成一些跟欧洲之间的电动车协议的话，那么上海超级工厂就又可以开足马力去造车了。那么现在这么差的一个财报啊，公布完了以后，特斯拉的股价还一度涨了5%啊，这是为什么？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马斯克承诺以后少去 Doge 啊，就是这个政府效率部尽可能多的去关注特斯拉，股价就能涨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吗？这个事情呢，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啊。第一个是前面跌的实在太惨了，对吧？稍微的回调一下也是应该的。马斯克给出一些承诺，虽然有些敷衍，但是呢，即使如此，大家还是愿意接受的啊，愿意在心里骗自己一下，说：“哎呀，特斯拉是能涨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这个财报念完了以后，股票涨是在4月23号涨的，对吧？特斯拉股价是在4月23号涨了5%，但是4月22号发生什么事呢？特朗普怂了啊，说这个中国的145%关税实在太高了，我们要好好的跟中国达成协议，以后不会这么高的。啊，不仅仅特斯拉在涨，整个科技股全在普涨。所以这个事情呢，并不是马斯克承诺说我以后要这个多关注特斯拉，少去华盛顿，这个事儿就可以涨的啊。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特斯拉作为享受全球供应链加成的新兴产业，对于关税肯定还是非常敏感的。虽然马斯克说他并不怎么受关税影响，因为85%的零部件都是在美国本土或者是墨西哥、加拿大这种在美墨加关税区内生产的，对吧？所以它不受影响。比如说宁德时代就在墨西哥建有工厂，替马斯克去生产电池。那么宁德时代的电池也是符合美墨加协议的啊，是直接免征关税的。那么在美国生产，在美国卖，在中国生产，在中国卖，这个事儿呢，整车可以，但是零部件其实挺难的。在车这件事情上呢，一般它是分为一级，就是整车厂啊，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它必然是遍布全球的。整车厂像特斯拉就是整车厂，对吧？那么原来呢是要求你必须就近生产，一级供应商呢就是那边电池啊、这个电机啊、沙发啊这些叫一级供应商，他们呢通常会跟着供应链四处溜达，对吧？像马斯克说你们都到墨西哥去建厂啊，这宁德时代就去了，对吧？二级供应商是原料商啊，比如说更小的零部件，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沙发，对吧？我生产皮子的啊，我生产弹簧的。那么这些人呢，通常会在原料产地附近在那儿待着啊，不会跟着主机厂自助乱跑的。就是车厂叫主机厂。美国现在对中国现在对美的出口下降了啊，大部分的一级供应商啊将零部件送去了
越南、东南亚、墨西哥、土耳其这些国家组装了以后再去美国。所以呢，有人去做过统计啊，就是美国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但是这个中国的主机厂出去了，但是中国的一级供应商离开中国本土的并不是特别多，二级供应商基本上都没有离开本土啊，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供应链转移的一个方式。中国出口的完整商品啊，现在确实少了，但是大多数的一级供应商依然没有挪地方，二级供应商更是没有动力去挪地方。只要中美之间的贸易找到了新的平衡状态，特斯拉就还是有希望的。中国人一直都会喜欢马斯克的啊，马斯克向中国政府现在在申请进口稀土矿产，去生产它的擎天柱机器人，因为它用的这个电机啊，或者是一些永磁材料，还是需要这些稀土的，并且保证不用于军事用途，对吧？中国政府现在还在审核之中，还没有通过啊，估计可能川普那边如果谈个差不多了，咱们就直接审核通过了；如果谈不好的话，就先给它挂一段时间。全球特斯拉销量暴跌，绝对也和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里边的运作，以及到欧洲四处指手画脚是分不开关系的。如果后面马斯克可以好好的回去造车，那么全球销量也不会再继续这么下降下去了，也还是会回升去，也还是会回升的啊。虽然特斯拉面对中国新能源的竞争压力，但是呢，特斯拉在中国都可以大杀四方，在其他中国车并没有那么容易进入的市场，不应该销量跌得这么惨啊。所以现在，它在美国的销量，在欧洲的销量下滑，肯定还是跟它与特朗普捆绑太紧有关。特斯拉到底还造不造车？这可能是我们下边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Model 2哈，也就是特斯拉的廉价车型，到底还会不会造出来？一直扑朔迷离。路透社2024年4月8号就开始援引特斯拉内部的消息说，特斯拉取消了2.5万美金的低价车计划啊，转向了做 Robotaxi。然后 The Information 啊，这个也是一个媒体，2025年4月21号披露，马斯克在2024年2月底的内部会议上啊，应该是2025年2月底的内部会议上拍板终止了 Model 2项目，3位反对的高管直接被开了。很多媒体呢都引用了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啊，确认特斯拉取消了 Model 2，准备转移这个战略目标了。面对中国车的竞争，这个价位的车确实是打不赢的啊。但是在2025年4月23号的财报会议上，马斯克明确表示 Model 2仍在按计划进行，预计2025年上半年投产，并将采取现有的生产线低成本运行。那么尽管马斯克多次辟谣，但是 The Information 等媒体仍然坚称项目已经取消了，且特斯拉内部文件显示，供应商被要求暂停相关工作。上海工厂的供应链确实在扩产，如顶棚内饰总成新增加了20万台每年的这个量，但被推测这个并不是 Model 2要国产化，有可能是要去做一款叫盖版的 Model Y， 就是把 Model Y 再做一些减配，做一个更便宜的 Model Y 出来啊，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可能未来并不一定是这个 Model 2了。那么特斯拉呢，也需要去应对中美关税战，这才是它真正要去面对的东西。那么特斯拉采用的方式应该是他们这种叫 unboxed 啊，叫 unbox 的这个模式啊，叫拆盒模式。原来生产汽车呢，都是要求一级供应商提供各种零部件，但是呢，你总装要一次完成，就是一个流水线，从这头一个车架子进去，然后慢慢的把所有零部件装上去，最后呢再去喷漆啊，再去做所有的这种装配，应该是一次性成型的。但 unbox 的这种模式呢，是一个大散件模式啊，就是中国可以生产出更多的这种更大规模的组件。然后只要运抵了装配厂，把它们装起来，就直接可以卖了。这个是特斯拉准备去采用的一个新模式。Model 2和这个 Cybercab 啊，就是它这种Robotaxi 的这个自动的出租车，都是准备走这个 Unbox 的模式去制造的。
和现在中国出口模式极度吻合啊，一级供应商都不用挪地儿了，直接可以留在国内，甚至在国内都可以直接组装成半成品，然后到东南亚、墨西哥或者是土耳其这样的地方进行简单的组装，就可以直接算当地的产地就可以卖了。进口车的第一批，就是中国进口国外车的时候，第一批车上市的时候有一个都市传说。什么都市传说呢？就是在国外都装好的汽车，在这个装完了、调试完了以后，重新把它拆开，再运进来，重新装一遍啊。就是所有的车进口中国的时候，第一批都是这么干的。那么 unbox 的模式呢，有点像把刚才那个都市传说反过来，在中国可能基本上那整车都做完了，然后你把它拆开，运到美国去，或者运到什么地方再把它装起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洗产地、洗关税了嘛。那么零部件大散件的这种跨国移动呢，可以最大规模的避免关税和各种的出口限制。特斯拉、iPhone 里边最贵的部分其实是美国的设计啊，这部分就不用移动了。很多中国限制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呢，你可以变成大散架啊，变成大散件出口到越南、出口到墨西哥、土耳其这些地方去，对吧？然后对于美国来说，哎，我现在要开始加征关税了，发现哎这个东西是从墨西哥进来的啊，那我就不用加税了，就可以把整个这套东西都绕过去。但是这个 unbox 模式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中国的熟练工人。对吧？那么原来见过在印尼运作的共享单车的公司啊，从中国也是运大散件的自行车过去，然后再从中国聘请组装师傅过去做班组长，在雅加达的仓库里边，注意啊，是仓库，不是工厂，不是车间，直接组装自行车。那么以后可能啊，马斯克的特斯拉车间里头也可以进行类似这样的组装了。啊，当然了 ，unbox 的模式并没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么十全十美，也有很多挑战。现在的 Cybertruck 就是使用 unbox 的模式来生产的。Cybertruck 现在存在的一些质量问题啊，就是因为使用 unbox 的模式之后造成的。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它是先涂装后焊接。你按道理说，你应该先把这个车架焊在一起，然后再去涂装。但是因为你在其他地方已经装好了散件了，你要去运输它，所以它会有一部分涂装。那你这个先涂装完了以后，再把它焊接在一起，就导致这个焊接不结实啊。现在呢，这个有一部分 Cybertruck 在为这个事情进行召回。那么 Model 2或者是它这种叫盖板的Model Y，继续使用原来的这个生产线，以及呢，它准备用 Model Y 来去替换 Robotaxi 进行测试的这个事儿呢，可能是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并不会直接把 Unbox 的这个 Model 2就直接拿出来，所以这个 Unbox 的这种生产模式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马斯克呢还讲过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特斯拉产量要有翻1倍，啊，这个事儿呢是马斯克在2025年3月1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的。特斯拉将在未来2年内将美国的汽车产量翻倍，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也能卖得掉那么多车才行，否则你把这东西生产出来卖不掉这个事儿没法整，对吧？2024年美国工厂一共生产了70万辆特斯拉，那么2024年美国一共卖掉了63.38万辆特斯拉，多出来的出口了啊。那么如果美国的产量翻番的话，必须要依靠 Cybertruck 和它那个叫 Semi 卡车啊，要依靠这个东西才可能产量翻番，否则的话，你原来这些已经市场饱和了，对吧？你是不可能再翻上去的。前面呢，因为4680电池的一些问题 ，Semi 一直没有大规模的交付。现在特斯拉自己的4680电池已经是正式量产，没有任何问题了，就是它的良品率已经到90%多了啊，然后这个它的成本也降下来了啊，要比其他人生产的还便宜，所以后面可能它的这个大卡车以及 Cybertruck 可以快速的生产和交付，它的产量才有可能上得去。啊，其实，除了特斯拉的4680之外，松下、LG、宁德时代都是产4680电池的啊，都是已经早就可以用了。但是特斯拉一直希望用它自己家的4680电池，就是这种大圆柱电池。宝马现在还出了叫4695和46120电池啊，这个46是46毫米的直径，然后80的是80毫米的长度，或者叫高度吧。
然后宝马那个就是要比4680还要再长一点点。咱们国内一般电车都是不怎么用这种4680的这种大圆柱电池啊，国内一般使用的是刀片电池，就是比亚迪刀片或者是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这种电池都是方的啊，不是圆的。方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能量密度更高啊，但是呢，它的充放电效率要比这个大圆柱电池要差一些啊。但是这些方的电池呢，比较适合中国那种超长续航车，800公里、1000公里的这种车啊，你使用这种方的电池会更好一些啊。那么后面 Cybercab 会不会带来巨大的增长？中国的共享单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产品。Cybercab 如果可以大规模应用的话，必然是颠覆性的，就像共享单车带来的变化一样啊，低价自行车基本上被消灭了。现在的自行车在国内已经变成了一种休闲娱乐、体育竞技工具，已经不再是出行工具了。出行工具大家就使用共享单车就完事了，对吧？所以一旦是 Cybercab 真正投产，大规模在美国落地了，那么在美国的所有这些比较便宜的汽车就会失去意义了啊，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 Cybercab 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它的落地过程肯定没有那么快了。马斯克呢会先去德州进行这个测试，应该是叫奥斯汀吧，开启试运营。第一批是20辆，今年6月份就可以去运营了。后面据说可以凶猛的铺开啊，就一下就只要测试没什么问题，就大量的把这车铺上去。但是第一批车呢，并不是它在去年公布的那个金黄色的 Cybercab 两门那个车，而是通过软件升级的这种 Model Y 啊，他要拿这些车去做测试。当 Robotaxi 业务彻底铺开以后，应该会比现在的特斯拉更赚钱，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特斯拉还要去做什么呢？就是机器人啊，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擎天柱呢才是真正的未来，就是车这个事情，我觉得未来还是交给中国人去搞就完了。即使中国人造不出完整的特斯拉来，我们可以替他造这个大配件啊。这个今年年底呢，准备生产数千台擎天柱，并送到奥斯汀的工厂去工作。计划4到5年内生产100万台。人形机器人到底如何走入现实生活，现在谁也不知道啊。就是马斯克，我相信他可能有设想，但最后未必会像他想的那样，大家都还在等待。这几天呢，上海车展，小鹏晒出来那个机器人也是相当酷炫的啊。造机器人这件事儿还是要看汽车厂的啊，因为汽车厂第一个它有全套的自动驾驶啊、大模型这些东西都有，然后所有的机电系统都做得很好。而且这东西做完了以后呢，还可以到汽车厂里去打工，对吧？机器人一定是先去汽车厂打工，然后再去这个叫什么呢？再去家庭啊，因为家庭要这个更难一些。那么股民呢，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那么理智啊。等这个马斯克把擎天柱发射上火星的时候，甭管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大家依然会觉得看到希望了，还是会冲进去买的。股东们还是期待马斯克，股东们呢还在期待马斯克手里边其他的一些非上市资源，比如说 XAI 啊，现在还没有上市，因为 X 已经并到 XAI 里边去了嘛。XAI 是完完全全可以这个成为打车平台的入口了。等这个 Robotaxi 铺开了以后，那我们可能就直接用手机上的 X 平台就直接打车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而且 XAI 的机房里头有最大的这种算力集群，对吧？那么拿这些集群去训练一下 FSD 或者是机器人，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还有 SpaceX，对吧？SpaceX 随时都可以让 Cybertruck 拖上火箭发动机，在这个发射中心里头招摇撞骗啊，招摇过市。那么 SpaceX 过2年呢，还准备把擎天柱发射到火星上去。所以股东们并没有惦记说，哎，咱们是不是特斯拉把这些项目收购进来？但是呢，总是惦记赚这个 X 平台啊，或者是 SpaceX 赚他们的便宜啊，这个事儿还是可以去思考一下的。那么特斯拉又到了考验大家信仰的时候。什么叫考验信仰？原来我们将买比特币
都说是考验信仰，对吧？你只要是一直相信这个东西，你就只管买，只管持有，对吧？它总会涨上去了。那么特斯拉呢，这个因为也是像比特币似的，跟过山车似的转，所以又到了这个考验信仰的时候了。到底能不能够有机会起飞呢？其实按照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半天来看，应该是可以起飞的它的技术路线是清晰的，按照正常年份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有些人已经去预测了，说特斯拉未来再涨10倍是 OK 的。但是呢，现在的特斯拉并没有在一个正常的年份里头，现在特斯拉变成这个样子，也不仅仅是特斯拉自己的问题。特斯拉涨上去也是因为川普说，我跟中国的关税要稍微的缓一缓他跟别人一起涨上去的，所以现在根本就跟特斯拉自己做的好与坏，跟他未来的方向没有那么短期之间没有那么大关系吧。长期你可以去看这些技术方向。那么特斯拉未来到底怎么样，还是要看中美最后的贸易协定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就是我相信最后还是会达成，对吧？这个可能是50，也有可能是30，我觉得可能30的可能性大一些，对吧？你像欧美这些国家跟美国之间整的这个关税，最后也就是停在10%这个状态上，那可能通过一些谈判达成一些别的目标，最后就这个10%留下来了。我先狮子大开口，开口完了以后，最后剩个10%，你们就觉得还挺好的，感恩戴德，对吧？中国可能一开始喊了个34，后面在这个145，然后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说，这个中国人会满意的，对吧？可能34，中国人觉得，也还可以，那就这样吧，大概率是向这个方向走，但是过程可能会稍微曲折一些，对吧？川普说，我跟中国人谈的好着呢，然后中国外交部专门出这个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没有用任何形式跟美国人谈判，这事儿都是假新闻，对吧？这个我还第一次看到。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去讲说美国总统说的话是假新闻这个也算是一个活久见的事情。但是甭管怎么办吧，这个大家还是要去表演一下的，最后会达成协议这个现在特斯拉的起飞也好，或者是特斯拉的未来也好呢，太多的东西是需要依赖两国的供应链相互配合，也必然要依靠两国的市场离开中国的市场，离开美国的市场，这个特斯拉的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这个就是特斯拉现在又到了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我还是信仰很坚定的这个前面去给我这个亏了很多钱的这个贝莱德科技去补仓去了补进去了以后，第一天就把手续费挣回来了，我还是挺开心的这个咱们讲多了这部分回头到这个会员频道里去讲吧。对，好，那么我们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就是特斯拉应该还有机会起飞那么考验我们的信仰时刻到了，我的信仰很坚定那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X 上一些大赛如何盈利不知道，没研究过。这么说，我们这里没有专制的急救员就是消防员。我不知道因为我看的那个美剧就是911的那个呢，是讲的在德州的反正很大的一个城市，我忘了是哪个城市了。他们那里头是消防队，但是呢，他消防队是归急救员管的，就是消防队的队长跟急救员的这个就是队长是在一起办公然后相互之间协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美的是这样，打电话3个一起来，除非你报的不是 emergency 是这个肯定你打电话打的是911嘛，911接完电话以后会同时通知3个人的同时通知两边，然后急救员一般是跟消防队一块来。抖音上有个人预约银行取现400万，直接被带到派出所里查手机，各种问，吓得人家不敢取了。哎呀，我这几天也差点被人当骗子。用了一下扣子空间，它那个生成 PPT 是会给一个 PPT 文件，还有一个 PDF 文件，但是那个 PPT 文件其实是 PPTX，但是它后缀是 PPT， 好吧，那么反正就还是有各种的草台班子呗。但我就没有看到那个 PPT 文件，我下载下来全是 PDF， 可能我观察的还不是很细致。
对，然后这个扣子空间的邀请码啊，我现在已经有35个邀请码都被用完了。我估计明天早上应该还会给我发新的邀请码下来。如果我领到新的邀请码的话，我会发帖子把它贴出来。如果有需要的话，接着再去看吧。然后每一个领到邀请码的人，你们完成任务以后还可以得到5个这个邀请码啊。然后这5个邀请码呢，可以贴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贴到一些这个，反正你送给朋友去用就好了。有一次后院外边的步道有个大妈，或者有点晕晕眩啊，来了一堆闪光的。我围观了之后，对这个过程熟悉了不少，哈哈，好吧。我是有一次在美国，应该也是在湾区附近住在一个 motel 里头啊，一出门发现整个 motel 被这个警车了，然后这个但是这个反正也是稍微瞅了一眼，但是并没有看到其他人啊，估计可能就是一个治安事件。来也欢迎。等现在的公民警察培训学校毕业之后，我会申请去公民消防学校玩玩，挺好的。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蛮开心的。中间件，一些预制部件厂商离开了中国，跑东南亚，上游都没有。上游是另一套产业，上游的机械化程度应该都蛮高的。是的，因为上游已经被他们锻炼出来了，所以这东西很难搬走。现在所谓的供应链转移，实际上就是主机厂走了，就连一级供应商走的都非常非常少。越来越觉得老范讲讲国内的新闻就行了啊，别说美国的事儿了，风马牛不相及有多尴尬。哎呀，这个反正我们就愿意说，你呢到哪段不爱听呢，咱就不听就完事儿了。是要盖版 Model Y 啊，不过我觉得 Model Y 已经相当盖版了。Model Y 在美国卖多少钱？应该也有3万多美金吧？因为国内是能够卖到25万人民币，我估计在美国应该也有3万多美金。那么它有可能，比如说再拆吧一些什么东西下来，卖到2万美金，不知道。就这么简单粗暴洗产地到美国，都市文学想多了。哎呀，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呢，关键看你敢不敢想。湖南卫视多个旗下频道在油管上每年赚取大量美金，这些钱是上交国家了，还是个别领导瓜分了？老范你怎么看？第一个这个事儿我并不知道啊。然后国家确实是有很多的地方电视台在美国 YouTube 上是有内容的，但是呢，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是被搬运的，啊，第二种可能性呢，确实他们找了一些代理商放进来。如果他们找代理商放上来呢，那这个钱进回去以后就是，国家的，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呢，其实他们主要目的也不是挣这个钱啊，他们挣到的钱可能还没有他们投放的钱多呢。因为我原来认识一些朋友，就专门替他们做投放的，对吧？投放出去以后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啊，这个意思你懂就行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挣钱的生意。造机器人要靠汽车厂，变形金刚早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了，说对了。对，姓史蒂芬啊，布兰顿，好吧，感谢。湖南卫视现在基本每个热门节目都就在这个油管开一个专门的频道，这个有可能是这个什么的啊，这个有可能是搬运的。而且他们挣这点钱，对于整个湖南卫视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千万别觉得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就是做这个油管是挺耗功夫，但是挣钱呢，对于个人来说 OK，但是对于像湖南卫视来说，其实没什么意思。湖南卫视最核心的盈利是广告，对吧？那你说他在 YouTube 上挣点广告费，对于他来说基本上聊胜于无。好像川普的金主都受这次关税战影响巨大，是这样的。我估计这些地方是有海外公司的啊，直接入账他们海外公司吧？应该不会，他们会找代理商啊，就是一般会有代理商。
国内加班不给加班费嘛？啊，如果给，干嘛不多雇点人啊？这个现在就是穷嘛，现在就是降本增效，就是穷啊。那下次再去北京提前预约啊，没问题。做不做企业顾问，给钱就做。至于说你给了钱以后是不是觉得亏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反正收了钱以后概不退货。我发了5个在你的帖子下啊，没问题，感谢。老范在讲信仰，咱们尊重信仰啊，一般没啥问题啊，就是这么回事嘛。铁杆金主都在股市赚了几十亿啊，一天。哎，这个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查一下，原来的这个国会山股神啊，这个那个老太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他东西他得公开嘛，大家跟着操作还可以。但是川普这个就属于实在看不懂了，对吧？直接邀请川普币的前多少这个持币者去白宫参观这个事儿，也确实是这个活久见的一个事儿啊，原来从来没敢想象过会有这种故事发生。另外一种影响巨大啊，这是哪个？美国还是要稍微离警车远点，他们万一有枪，要开枪跟坏人对打，以防躺枪啊。是这个，因为我原来投过一个案子啊，是专门做这个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的安全培训的。他们是把这个要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先提前放到一个夏令营里去培训一下。然后呢，对于他们来说，说中国小孩出去之前，第一个要学的是什么呢？说听到啪啪啪的声音，要先躲起来，而不是举着手机出去拍个朋友圈，这个是要注意的。说中国人的习惯就是一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就举着手机往外冲，说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这个特斯拉在澳洲蛮贵的，相对别的牌子的车优势不大。为什么呢？啊，澳洲的车我估计你们的车应该 Model Y 跟 Model 3应该都是从中国拉去的啊，Model S 跟 Model X 应该是从美国拉去的，是必然贵。通用汽车的一些车型好像就是中国生产的。中国其实生产非常多的汽车，现在中国做的最好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叫汽车滚装船啊，就是把这个船开在这儿，然后把车装上去，然后拉到全世界跑。中国现在开始拼命的造这东西，然后这个叫谁来着？比亚迪买了好几条这样的船，然后他买的船就经常给人运特斯拉啊，这个都是挺开心的一个事情。Model Y 5万美金在长续航版是贵一些，长续航版在国内是要卖到可能27万还是30多万，其实差不太多这两边。美国 Model Y 比国内可能是贵几千美金吧。澳大利亚买的特斯拉也是国内买的啊，肯定贵。是的。Model Y 长城版大约5万美金啊，包括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在国内还要再卖个2万多块钱，因为我原来去谈过这个事儿，当时是准备买来着嘛。7500的这个联邦补贴，哎，是不是各州还有补贴？Model Y 还会继续涨价，供应链被美国政府玩坏了。这个看吧，我估计可能再过个1个月啊，这个事儿会慢慢的松开的。哪怕是大家就不谈了，也会慢慢松开。就是美国发现你就是不愿意跟我谈的，我就给你降下来。中国现在也在分门别类的去降低这个125%的关税啊。今天好像还有通知下来说哪些我给你除去了，我们不做了，就不加关税了，接着往前走。我是在油管上看国内的大网剧的，例如《长相思》，每一集下面200多个评论，还是纯英语的。我好奇，真的有那么多英语母语的人看字幕，然后入戏吗？啊，这个一般我们管这个东西叫炮机啊，就是自动发评论的机器啊，就是我们管这种东西叫炮机啊。它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叫什么欺骗 YouTube 的推荐算法啊，它是干这个事的。像我有时候也会接到这种炮击广告，说，哎，
你要不要这个刷一些评论啊？要不要刷一些关注啊？对吧？这个就是好多东西跟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啊。25年投资最失败的是马斯克，投资川普把自己搞死了，身家亏了1000多亿美金，这个也没准人家未来会变好呢。我昨天晚上上公民警察学院就玩了警察房屋搜索练习，当然用的泡泡枪啊，做了4个练习。哎，我看到好像有一些报道说，美国现在警察搜索房屋已经开始上那个波士顿动力那个机械狗了。你说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这个警察伤亡。说需要搜房子的时候，先把那机械狗派进去跑一圈。那等我当了单位一把手，就找老范谈谈。哎呀，看来这个事儿稍微有点遥远呢。马斯克还败光了自己的人设，美国人疯狂打砸特斯拉车辆，甚至拉斯维加斯的 4S 店几十辆车被烧了。这个，反正美国人也是确实怎么说呢，有点太率真了啊！这个真的去烧人家特斯拉的车店啊，这个在中国比较难以想象。听到 freeze 赶紧跑，你这坏人听到 freeze 应该站在那儿赶快趴下，别动。赶紧跑就被 biu biu 了。上次玩了盘问汽车练习，也是玩具枪啊，这个好吧。啪啪啪，不是打扑克的声音吗？啊，算是吧。好像有些只卖欧美的车型，也在中国生产，各大厂牌都有啊，或者说，在中国组装的。是的，其实德国很多车也是这么干的，就是他们在中国的车厂里头已经把大量的组件都做好，然后再往德国送。其实一般情况下，铁皮整个的生产应该是跟车架在一起。那么现在特斯拉就准备打破这个叫 unbox 的这个方式，就准备打破这个方式。但是呢，原来的那种流水线生产，它等于是这些车架生产的过程中，稍微有一些公差，有一些问题，你是可以现场调整的。你如果是在一个这个很远的工厂里边，直接把这种大散件装在一起，然后再用它这个冲压机给你压成一块儿，再把这一块漂洋过海运过来的话，就没有办法再去进行现场调节了啊。现在反正 unbox 的这种方式在 Cybertruck 上已经搞得有点灰头土脸了，等着马斯克再慢慢改吧。补贴被川普取消了，加州等兰州还有，那这些兰州补贴的时候还补特斯拉吗？现在哪儿可以看美剧啊？哪儿都可以。比亚迪卖了多少滚装船都是都市故事，哎呀，这个无所谓了。你自己相信就好了，或者你自己不愿意相信也没问题，对吧？中国有部分进口美国药就没收关税，中国美国商会放出来的消息，上头问有哪些必需品是中国没有的，这个事儿呢，就其实大家就别说就完了，日子往前过啊，这个不能太高调。那如何辨别炮击？不是这个击啊，是机器的击。炮击评论原来是可以判别的，现在就很难了，因为现在有大模型了。现在炮击发出来的评论都这个叫什么呢？都像真的一样啊，或者比这个真人发的还长啊，而且谁跟谁都不一样。你现在比如说点击到发评论的这个人下面去，如果你发现他的账号里的是空的啊，那这个不好说吧，反正有可能是炮击。这副科技视角之前大嘴巴说 TikTok 会卖给美国，现在都没卖。他老分析经济，不懂经济，服从于政治的道理。哎呀，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呢，就属于是非常时期啊。就像我们分析，包括我，包括 Jeff，就是我们只能分析说我们原来见过什么啊，或者包括我们拍脑袋路径依赖哪些东西吧，这个我们可以去分析。但是你赶上川大爷这种人，对吧？这个
头一天说我绝对不会暂缓人家这个关税的，第二天就给人暂缓，然后说我要稍微的这个 flexible 一点，这个活久见，对吧？这种事儿你谁分析得准啊？就是TikTok 向美国卖这件事儿呢，应该也还在进行，就是到目前为止应该也还在进行之中啊。但是这个最后怎么把它做过去啊？可能还是需要低调一点啊。这个闹闹哄哄的是没法做的。这种疯狂打砸啥啥的，也是演员工会罢工那种新闻啊，好吧？那么就是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虽然很少，但是非常引起关注，这意思是吧？现在有点诡异，关税先上，再慢慢看看哪些东西离不开，再一样一样松开。不过川普偶像包袱小啊，转弯比较灵活，咱们就很难啊，哪怕做也只能悄悄做。哎呀，但是反正像川普偶像包袱这么小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反正没见过啊。我觉得他第一个任期都没有这么放飞自我。我小孩同学妈妈在自己的特斯拉上贴了贴纸 "Love my car, no the CEO"，好吧，这个我爱我车不喜欢马斯克啊。后来怕不够，又买了一张 Baby on Board 啊，好吧，特斯拉车主男啊，这个其实挺好的，你相信吧？这种贴纸都是中国生产的，这个中国人又可以多赚一批。圣经说因信得救，所以信不信看你了。对，就是这么回事啊。电动车有没有可能再次消亡？即使是特斯拉，也有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呢？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消亡。炮击是咋养号的？注册了新的 Gmail 账户，一直不大，一直大不了评论啊。这个他肯定是有一套这个脚本啊，这个不用担心这种事而且还有很多人专门卖这个号，这是一个灰色产业链。各位，咱们都是听故事博主讲故事的，对吧？大家乐呵乐呵就完了，对，就是这么回事儿。药品关税本来就是另外规定，不在目前的关税之内。现在中国肯定也是在慢慢摘呗。之前面过小红书啊，看面试官疯狂敲键盘，眼袋比眼睛都大，没忍住跟哥们儿说要注意身体，完事儿20分钟，面完给挂了，好吧？这个你看就是没有进取心的人啊，还要求注意身体。炮击，这个美国动不动就派出直升机。有一次在我客户家附近的小学上空盘旋了小半个小时啊，走了来了一圈警车，好吧，不知道啥情况啊，这个就没法说了。川普这回有点急啊，反正各种刺激，极限拉扯谈判方式，经过世界第一大国总统的无限放大，崩个屁都几千亿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还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发现他是一个很灵活的人，那你现在怎么敢跟他签协议？你签完了以后，明天他说我又灵活了，这事儿你保不齐的呀。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后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国内呢现在都在讲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这几天参众两院在推稳定货币法。那么现在呢，美元基本上都就是现在大部分的稳定币都是美元，USDT、USDC，对吧？那么就要求他们把大量的美元直接这个储备起来，因为你做 USDT，你就必须要先存美元，然后再去往外发 USDT，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就降息，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些美元存起来，而且美元的整个的这个流通量就会急剧放大，所以现在可能这是川普比较着急的一个事情。
那些网剧下面写评论写的真的特别好，每一个都深入剧情，而且有个人意见，每个都迷妹。还要站队不同的男主，我都怀疑是不是国内评论区的中文翻译过来的。国内评论区也有好多也是炮击发的啊，翻译也是可能的。我的意思是关注到了大国的就不得了了啊！例如，我从来还没看到过贴纸特斯拉，我见到停着的特斯拉就看，想琢磨各种环境下这种车的颜色。嗯，哎，特斯拉现在在德州是有工厂的，对，德州不知道特斯拉多不多。关键川大爷不承担违约责任，对，对，他不但不承担违约责任，还不承担这个叫关联交易的责任，这个就比较吓人了啊。边际效应递减先来啊，还是全球经济先崩，有点说不准啊。这个，哎，有些事情真的不太好说。川大爷现在玩的事情你看不懂，咋搞？只能等4年之后忍耐。不用啊，没准2年之后他变成少数派总统，就没有现在这么蹦跶了呢，对吧？你想罗斯福这么伟大，对吧？选了4次，而且第4次刚选上就死了，那么他后面马上就有人去立法说以后不能再出这种事儿了。那川大爷搞了这么个事情以后，可能国会也会出来立个法说，以后跟关税什么相关的事情要约束一下总统权力了。这个美国，我觉得这种运行机制还是挺好玩的。觉得川普奇怪的一大原因，或许是原先自以为理解他了，倒也不至于，倒也不至于，只是这个这么灵活，确实，我觉得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不用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你搁在一个，比如说独角兽企业的 CEO 要敢这么玩的话，这个也是挺奇葩的。川普的软肋，美债上限跟利息，每年财政25%的负利息，美股和美元走势，这个好吧？那走呗，那怎么办呢？川普发币赚老了钱了啊，这个看来是应该1年之后啊，2026年年中啊，就是中期选举吧，不承担违约责任很奇怪嘛？第一次双方关税协议有谁承担责任了？呃，不，我现在讲他不承担这个责任不是这儿，而是说呢，这个食言而肥啊，就是今天办完了以后，过一天换招了，这个，确实比较奇怪。你们给了我希望，我比较悲观，认为要忍4年，没那么费劲啊。但是如果川普比如在1年之内把这事搞定了，那就没准还要继续玩下去啊。川大爷走行政命令，国家紧急状态，绕过了法律和两院，这个就挺奇怪的。你像他这种国家紧急状态就可以随便发布吗？对吧？这个你总还是要有一些原因的吧？先把那个国家紧急状态法套个紧箍咒啊，不能随便川大爷喊一嗓子就国家紧急了。这个我也挺奇怪的，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以什么理由来发动的紧急状态？这个，也是很神奇。川普人生中就赢过2次钱，真人秀和发币。他的那些房地产都是很亏钱的吗？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啊。芒格只是对美国普通民众有客观认识啊，这个就不讨论芒格的事儿了。每年财政的25%负利息就是现成的，自以为理解，其实没有啊，好吧。那么就是反正简单的把2个数字比较一下吧。每年啊，这个4.9万亿的还是4点几万亿的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啊，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然后每年的联邦债务的利息大概是1点几万亿啊，这个1万亿吧，大概是这种水平。国会山股神了解一下，比巴菲特盈利还高，比如佩洛西、奥巴马自从白宫离开后，
负债100多万美金，现在身价3亿美金啊，好吧。哎，他们离开白宫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再披露这个持仓情况了？中美很难谈，中国只认他上台前的关税。我觉得倒不是中美很难谈的问题，就是，一个很灵活的美国总统和一个这个我们叫责任到人吧，官本位的一个官僚体系之间呢是比较难以进行沟通的啊，因为他可以随时的去灵活处理，而我们等于每一个去跟他谈的人都需要押上政治生命，这个确实是有点鸡同鸭讲的状态。现在就是川大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总统有权发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现在这个总统权力完全被滥用了，需要有个紧箍咒啊。他这个紧急状态可以随便发吗？还是必须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发？这个就真不知道了啊。历届总统下台都负债吧？下台之后各种出书演讲还钱。反正我原来看过，好像是布什还是什么下台，就是说负债很厉害。这个谁好像我记得我看过他下台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那么多负债，因为本来就很穷。这就是理解问题了啊！国家紧急状态是按照法律发布的，如果觉得奇怪，那么或许是因为并不了解以前是如何发布紧急状态啊，倒不是说奇怪，我只是说这个紧急状态是可以随便发布的嘛，还是说总统也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可以发布，对吧？你比如说像韩国这个总统玩了个紧急状态，把自己玩下台了，现在还准备要这个无期或者死刑呢，对吧？算他颠覆国家，这个就是肯定这个事儿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吧。我比较好奇拜登能不能把负债还清，他看起来，活不了几年，那死了是不是就人死债消了？啊，奥巴马救了华尔街啊，华尔街后来会补偿给他，一个演讲给几百万美金，布什没人找，没和华尔街勾兑。哎呀，这个不用担心这种事儿了。你像这个一个演讲几百万美金，真的不算多少啊。像我们以前是也请过，当时请的是戈尔，好像是花了几十万美金，我忘了。这个他就请他来折腾一次，他反正有这个，就是他也是有下边的这种委员会啊，就是找到这个委员会可以谈，完全被滥用了。现在并没有很多去法院挑战紧急状态的了。我觉得倒也不叫完全被滥用，就可能原来这个确实搞得松一点。问了一下 GPT，总统发现国家受到威胁，比如外国攻击或恐袭、严重经济危机、大规模瘟疫、网络攻击、边境安全问题、大规模骚乱或者自然灾害，就可以去发布。但他如果比如发布了以后发现有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自动撤销，还是说我就可以一直这么玩下去，或者说我随时都可以就一直紧急状态到4年以后？对吧？甚至紧急状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大选延期什么的？布什是共和党吧？布什，对，布什好像老布什、小布什都是共和党。共和党跟华尔街关系一般，这个反正布什跟川普的关系一般。川总不讲信用，东大就讲信用，不是说东大就讲信用，但是东大呢是出来办事的人比较爱惜羽毛啊。一旦宣布全国紧急状态，默认每年自动续期，除非总统明确终止，国会有权通过联合决议来终止该紧急状态。不过，现实中几乎没有成功过，因为需要总统签署，或者两院2/3推翻总统否决。每6个月，国会需要召开一次听证会，审议现在的国家紧急状态。哦，那我估计川普可以完全把这个紧急状态一直延迟4年。我说了，紧急状态是由法律颁布的，不过不是要把美国紧急状态
看成韩国的那种啊，这个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法律嘛，这个是很正常。美国帝国黄昏啊，这个我也没觉得美国就帝国黄昏了，反正让他们开心的玩耍呗，给我们贡献很多话题，不是挺好吗？我只是觉得国家紧急状态法 bug 有点大，我不是美国公民，只谈看法。卡主，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选区议员，他可能觉得这个紧急状态挺好啊。克林顿离职时欠了一屁股债，都是因为花事儿花的律师费啊，对，他是中间打了一场官司，记得刚下台就给温州的服装厂做了代言，有吗？还真不记得了。布什和石油公司不错，他他们家祖产也是石油产业啊，是的，对他们家好像是这个东大爱惜羽毛啊，那只能诉诸信仰了啊。东大不是这个国家爱惜羽毛，而是官员爱惜羽毛啊，这个你要理解清楚，就是面子不能丢。前总统布什的幕僚卡尔罗夫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危机，它能给你通过平常根本搞不定的政策。这个话说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好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到这里了？然后，这周还是接着更节目吧。等到5一以后，看看我是不是也可以有大小周了啊？这个大小周对于我来说，现在都是一个进步。传统官僚都是按章办事了，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买的好玩的币啊，这个是我的川普金币和银币啊，然后这个正面和反面啊，挺好玩的吧？这两个是4块钱，然后这个是我的比特币、金币和银币啊，也是两个4块钱，都是铁的啊，实际上就是铁的，然后外边镀了一层金属，然后呢有一壳，哎，它这个壳应该有个开口，对，对，这样看起来会质感更好一点点。啊，这边是比特币。卡主，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选区议员啊，具体你认为是哪个紧急状态法应该打电话的啊？这个无所谓了，我觉得没必要去研究这种事儿了。出来转转，哎，我也是想出去转呢。自行车能不能？哎呀，是想出来骑起来啊。这个，但是我现在就是想找到又能骑车又能玩无人机的地方，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觉得我现在基本上是每周四会想办法出去转一圈因为你看礼拜三一个直播，礼拜五一个直播，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是稍微有点时间，因为礼拜一的话通常是就是周末太累了，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安排。说好了来东南亚多久了？哎呀，这个人有的时候就稍微的懒惰了一些啊。怎么买的？拼多多，拼多多，你去搜这个币就完了。这个东西好像叫这个，我忘了叫什么搜的了，反正就是搜到了以后就去买了一个，挺好玩的，好玩。对，它有各种的，什么英国女王的，这个英国国王的，这个普京的，然后还有就是反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出来的啊，就是一个大概都是1-2块钱。传统官僚啊，不就是深层政府吗？这个深层政府这个还是更复杂一些啊。4块钱买贵了，拼多多找我这就是拼多多买的，4块钱俩。东大，可是话事人制度，面子就是里子。对，咱们确实是，
所以不太容易搞这个事情。家里储备一些实物黄金还是有必要的。金价这类的确实在涨啊，有人在预测说今年会涨到4000美元一盎司。川普自家也发了稳定币，他那个不是稳定币，他那个是迷因币。自行车塞车里啊，出去走走吧。我是想出去走，但是一走呢就要断更啊，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了照着提纲讲故事，如果没有提纲的话，让我在这讲，我会讲的乱七八糟的。川普发布的川普币拥有5月统计日前，目前220名可以去进餐啊，这个挺好的。东坝有个骑行公园啊，好吧，我再去找一找。等我把娃养大了，我去选议员去，支持你。说收割其实也有点想多了啊，这个我觉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我在拼多多几块钱买了10几克拉的钻石啊，送给异性朋友，对方可开心了。他说他这辈子没有收到过这么带感的礼物。哎，还有这么奇怪的东西，待会儿我上拼多多上去找一找。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当玩具玩就行了啊，挺好玩的，对吧？这个选市议员其实不难啊，我们这里是兼职的，你还在上班啊？还有兼职议员，因为咱们的人大代表都是兼职的。然后呢，香港当时就是我们做这个人大的机器嘛，那个他就是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说他们都是专职的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什么上班的地方。哎，这是我的川普币，哎，把它掏出来从这壳里，然后这头是这样的，然后这头是一个握着拳头的，这个一看就是中国人做的，就是中国人的硬币是横着翻的，就是两面呢都是头朝上。美国人的硬币是竖着翻的，就是这面是这个头朝上，那面是那个头朝上啊，所以这个中国人做的就是两个头都朝上的，是中国人做的。然后啊，川普稳定币是 USD1啊，好吧，它只要稳定币符合规定就行了吧，反正后边会做很严格的监管。川大头啊，对，川大头，我有金川大头、银川大头啊，刚才给大家看的是银的啊，这还有金的。等啥时候我这个自己印一批去，印一个这个范大头啊，我们市长也是兼职的啊，还有这样的事还挺有趣的。钻石、金条、金砖各种都有啊，送人蛮好玩的。主要是这东西是真货，一般人啊平时很难收到，好吧？这个我们不去瞎讲啊。考虑竞选市长啊，兼职就不太好玩了啊。可以拼多多搜一搜啊，金箔玫瑰送老婆绝对惊喜啊，这个好吧，我去研究研究啊。现在好像还有金箔币哦。对了，我这两天还听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啊，可以分享给大家。什么呢？是说这个说这个中国有一个人去埃及玩啊，就听说埃及有很多小孩找中国人要钱，所以呢，他去之前呢，就买了好多冥币啊，花花绿绿的，就是主要买红色的嘛，买了一堆这个东西，然后到埃及去了，然后有小孩来了，就每个人给，然后这个小孩都特别开心，然后这个觉得这个中国叔叔实在是太大方了啊，给了我这么多钱，然后这些小孩这个发现有各种各样这个印的这个头像的币啊，然后拿到这个叫什么地方呢？拿到银行去兑换的时候，发现没法兑换啊，说这是个冥币啊，好像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这个出去找这种贫穷的国家玩耍的时候，给小孩发啊，然后后来这个很多的中国游客都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带着冥币到这些欠发达国家去玩耍，然后他们反正也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币，然后我们的冥币做的还特别漂亮啊，然后就发给这些小孩啊，逗人开心一下
你说这个缺不缺德，这个就另外说啊，我们不去研究了。但是呢，今儿听的这故事让我确实是比较有意思啊。然后还有点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有趣的感人笑话吧。这个有一个妈妈啊得了重病，可能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了，然后就把小孩叫到面前来说，这个说妈妈要去做一个整容手术啊，这个整完了回来呢就长不这样了，但呢我还是你妈妈，还喜欢你。然后这个小孩就问说：“那妈妈，以后我怎么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呢？或者谁是你呢？”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以后啊，这个等我做完手术了，等过一段时间呢，爸爸会，把我带回来，你去问他，然后爸爸让你管他叫妈妈啊，那就是你的妈妈啊，就是我了。”大概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妈妈就离开了啊，就是离世了。这个小孩就等说这个爸爸到底哪天给我带回这个整好容的妈妈回来呢？然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然后爸爸终于有一天带了一个人回来，然后小孩就问说：“爸爸，这是我的妈妈吗？”然后爸爸想了想说：“叫叔叔。”好吧，这个故事咱们今天就开心到这里吧。还有什么啊？多缺德，他怎么不自己用？冥币哪能自己用啊？那都是给死人用的啊！把中国人的脸丢光了啊！那你外国人在那要钱又怎么办呢？这个在外国小朋友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是的，如果外国人说这个故事，那就辱华了啊！这个也没有那么，这2年哈，就是疫情过了这2年就没有那么强调辱华了，大家也稍微宽容一点。不过确实有很多乞丐问要钱是真的会抓着起衣服不放。我以前遇到过很多次，手手里各种脏啊，看到外国人就往上去拉衣服。对呀，所以我觉得冥币这个故事还是挺好玩的。送假饰品骗喜，这个就过分了啊！叫叔叔，对的。如果被埃及人知道了，以后遇到这种就暴打了。其实也没法暴打，因为他们在全世界见过很多的钱，就是很多钱他们是没见过，这很正常。这个我们故事讲的稍微有点歪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不能再接着讲下去了。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大家这个周末愉快，好好休息一下。好像在国内的朋友还要5·1倒休上班啊，那么就继续祝大家上班愉快吧，再见。